贵妃暴毙，半张脸皮不翼而飞。死亡当日，唯有2个妃嫔进过他的昭阳殿，一个是听闻贵妃死讯后畏罪自杀的黄婕妤，还有一个是正拼命挖坑，把半张脸皮埋起来的我。大家好，欢迎收看皮皮听书。贵妃死得蹊跷，她身上齐齐整整，没有一处伤口，唯独那张花容月貌的脸少了一半脸皮。死亡当日，她遣散了宫中所有奴才，唯独召见了2个人，一个是陛下近日的新宠黄婕妤，还有一个是刚入宫不久的我。没有人会觉得是我杀了他，毕竟我只是个新入宫的才人，在此之前与贵妃素未谋面，既没有能力，也犯不着铤而走险谋杀贵妃。相较之下，黄婕妤杀人的动机就大多了。他们2人的娘家本就是政敌，在朝中针锋相对，水火不容。黄婕妤入宫后，又仗着年轻貌美，多次挑衅贵妃，2人举语已深。最重要的是，贵妃死亡当日是先召见的我，后见的黄婕妤。黄婕妤在贵妃殿里足足待了1个时辰才离开，她走后又过了大半日，贵妃的尸体才被发现。怎么看，黄婕妤的嫌疑都比我大得多。就这样，我一边不停地洗脑自己，一边用颤抖的手拼命挖着土坑，将手里那张带血的脸皮埋进坑里。刚撒下最后一抔黄土时，殿门外边传来太监尖细的声音：“沈才人，皇后娘娘有请，劳烦您随咱家走一趟吧。”长乐宫中，浓厚的药味萦绕不绝。皇后重病卧床已久，自我入宫以来，还是第一次前来拜见。重重纱帐内，女人气若游丝地问道：“沈才人，据本宫所知，你与贵妃素无交情，为何她今日却忽然召你进昭阳殿？”我恭恭敬敬地叩首，应道：“妾实不知。”这是实话。皇后虚咳一声，又道：“那你与贵妃见面时都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她当时看着可有异常之处？”我沉吟片刻，坦然道：“贵妃询问了臣妾的姓名、籍贯，又聊了些宫中琐事，言行举止间并无异常之处，而这是一句彻头彻尾的谎言。”我将头埋得很深，以掩盖眼神中无法磨灭的恐惧。层层纱帐后，皇后似是笑了一下，耐人寻味。就在此时，一个宫女闯了进来：“皇后娘娘，不好了，黄婕妤自尽了。”我不由一怔，上手传来皇后轻飘飘的声音：“哦。”那小宫女喘着气，有些慌乱地道：“听黄婕妤宫里人说，她从贵妃的昭阳殿离开后，行为便有些疯癫，不停拉着身边的人问：本宫美吗？本宫今日是否比以往更美？一会拿起铜镜看自己的脸，一会又将镜子全都打碎，尖叫着让工人收走。直到贵妃的死讯传到黄婕妤耳中，她大叫一声，高呼：来不及了，再不死就来不及了，便一头撞死在了柱子上。太医院的人确认过了，黄婕妤已然轰了。那小宫女描述的绘声绘色，我不由毛骨悚然，而皇后的声音依然平静：轰了，是吗？她又低咳了2声后，淡淡道：想来是她刺杀贵妃后心虚，这才畏罪自杀了。也罢，事已至此，再追查也无益，将他们2人厚葬了罢，对外便说是骤病离世。好了，沈才人，你且退下吧。是，臣妾告退。直到走出长乐宫那一刻，我仍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一个身居高位的贵妃，一个盛宠一时的婕妤，2人的死分明藏着许多疑点，谁能料到竟这样轻飘飘的便接过了？想到长乐宫中那萦绕不散的药味，层层叠叠的纱帐，皇后似笑非笑，淡然平静的语气，我的心上不由蒙起了一层薄雾。回到居所，我当即平退左右，拿起梳妆台上的一支金钗，便来到了后院。事出紧急，方才我只来得及浅浅挖了层土，将那半张面皮埋起来。黄土的印记上心，若是被有心人发现，则后患无穷，必须及早将那东西彻底销毁。我再三确认四下无人后，拿起金钗，重新把那泥土刨开。一炷香后，冷汗从我的额间落下，
没有，那张脸皮凭空消失了。我记得自己分明只埋了半指深，按理说很快就能找到才对。我深吸了口气，咬着牙继续往下挖。又过了一炷香时间，还是没有。拿着金钗的手不由颤抖，我四肢发寒，后背已被冷汗打湿。好好的脸皮怎么会不翼而飞？是有人发现了，偷偷挖走了吗？那人会去告发我吗？亦或是以此为把柄要挟我？一瞬间，无数悲观的念头充斥在我的脑海中。我瘫坐在地上，只觉浑身都失去了力气。就在这时，我忽然觉得右脸颊有些发痒，起初还只是轻微的痒意，但很快便一发不可收拾起来，像是有无数细小的虫子晃动着触须往肉里钻。我只觉右脸又痒又麻，忍不住伸手去抓，但越抓，那奇怪的痒意便越往骨髓里钻。一时间，我完全忘记了贵妃的死和诡异消失的脸皮，脑海中只剩下那疯狂的痒意。细长的指甲抓向娇嫩的面皮，指缝间塞满了沾血的碎肉，血腥味和怪异的恶臭充斥着鼻腔，我却怎么也停不下来。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痒，好痒，还是很痒。直到一只黑色的虫子从我指缝间掉落，我低头看去，才发现地上除了被我抓落的碎肉，还有密密麻麻的芝麻大小的黑虫，渗人的寒意直透骨髓。电光石火间，我冲进了寝殿里，一把抓起梳妆台上的铜镜，癫狂地将整张脸凑到镜前。果然，在看到镜中那张白皙美丽、光彩照人的脸时，我只觉毛骨悚然。刹那间，我回想起不久前小宫女复述的黄婕妤自尽前大喊的那句话：来不及了，再不死就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我不再犹豫，抓起一旁的金钗，狠狠插进了自己的喉咙里。鲜血喷溅，剧烈的疼痛中，我渐渐失去了意识。沈才人，沈才人，我们贵妃娘娘有请，邀您到昭阳殿中小坐片刻。贵妃身边大宫女银珠神态倨傲道。见我愣神不动弹，她又有些不耐烦道：您快些动身吧，别让贵妃娘娘等急了。奴婢奉了娘娘的命，还要去黄婕妤那儿走一趟，可等不了您太久。她态度散漫，显然没将我这个位分低又不得宠的小才人放在眼里。然而此时的我却并不觉得愤怒，只觉得恐惧，因为这已经是我第3次听到这句话了。第一次，我老老实实随着银珠去了昭阳殿，当时我内心忐忑不已，不知贵妃为何会召见我。进殿前，我眼前忽然浮现出一行天书：杀死贵妃，剥下她的右脸皮。我吓了一跳，不敢作声。进了昭阳殿后，我规规矩矩地行礼请安，等了半天也没等到贵妃让我起身。我偷偷抬头瞥了一眼，发现贵妃身体僵直，一动不动。我壮着胆子站起身，朝她走去。走近后才发现，贵妃早已没了气息，她浑身僵硬惨白，美目圆睁，瞪视着前方，一副死不瞑目的模样。我吓得连连倒退几步。就在此时，熟悉的天书再次浮现，还是一模一样的话语：杀死贵妃，剥下她的右脸皮。自我入宫选秀的那日起，便时常能看到空中浮现出的诡异天书。靠着天书的指引，我躲过了无数灾祸。因此，哪怕他所说的内容十分荒诞无稽，但我还是鼓起了勇气，望向了贵妃的脸。她长得十分貌美，胜过我此前见过的所有女子。肤如凝脂，领如虬蛴，眉不画而翠，唇不点珠，光艳照人，恍若神妃仙子。我不由看得痴了，面对这如同绝世慧眷般的美貌，迟迟无法动手。就在我迟疑之时，一个细小的黑点从他的眼窝里爬出，还没等我细看那是什么，密密麻麻的黑色虫子如同潮水般从他的眼耳口鼻乃至身上细小的毛孔中倾巢而出。黑虫席卷而来，我甚至没来得及发出惨叫，那潮水便直接将我吞没，从我的眼耳口鼻乃至身上的每一个毛孔中钻入，窸窸窣窣，窸窸窣窣。我最后听到的是无数昆虫脚在我体内爬行的声音。第2次，我不敢再犹豫磨蹭，一进昭阳殿
就毫不犹豫地下手割下了贵妃的脸皮。可怕的黑虫没有再出现，贵妃原本僵直坐立的身体轰然倒地。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后，我脸色煞白。所幸贵妃提前屏退了左右，给我留了喘息之机。我拿起那半张脸皮，匆匆忙忙地回到了自己宫中。刚把它埋好，皇后的人便找上了门。我提心吊胆地进了长乐宫，心中早已做好被指认为凶手的准备，却没想到等到的是皇后暧昧不明的态度和黄婕妤畏罪自杀的消息。我以为自己好歹算是躲过一劫了。回到宫中，正想把东西彻底处理掉，可没想到那古怪的黑虫子竟卷土重来，爬进了我的右脸。果然这一劫没有这么容易逃过。命悬一线之时，我想起黄婕妤自尽时所说的话，再不死就来不及了。一个大胆的猜测浮现在我脑海中，黄婕妤同我一样进过贵妃殿中，或许她也沾染了这不知名的小黑虫，而死于这黑虫的人似乎会陷入循环，重新回到过去的某一时间节点。黄婕妤自尽并不是真的求死，而是发现了什么，因而主动结束这一次循环，进入下一次。想到这儿，我不再犹豫，用金钗捅进喉咙，结束了第二次循环。而现在是第三次。望着银珠娇美跋扈的面孔，我垂下眸子，从袖中摸出一块小银锭，塞进她手中。我今日身体不适，恐怕不能拜见贵妃，请银珠姐姐帮我去回了贵妃娘娘吧。银珠掂了掂手中的银锭，有些不屑道：小门小户出来的就是寒酸，这点银钱喝壶茶都不够。沈才人莫要再推脱，我们娘娘耐心可不大好，您再不动身，她怕是要发火了。我已经打定了主意，这次无论如何都不会再踏入那个魔窟，因此任凭银珠再怎么说，我只是一味第三推四阻。推拉了半天后，银珠终于察觉到我的抗拒，她面色霎时沉了下来。沈才人这般推诿，当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既如此，奴婢就带贵妃好好教教您这宫中的规矩。说完，她两只眼珠子猛地向上一翻，露出爬满血丝的眼白，嘴巴不停地张大，几乎要把整张脸撕扯成两半。在那黑洞般的血盆大口中，我听到熟悉的可怕声响，窸窸窣窣，窸窸窣窣，无数的黑色虫子从他体内钻出，再次将我吞没。肉身与意识被虫子啃食殆尽之前，我朦胧地想起了一件事。以前我也曾见过贵妃宫中的一些侍女，无一不是花容月貌，清丽脱俗，比之一般的妃嫔都毫不逊色。当时我还感慨过贵妃娘娘对自己的美貌当真自信，寻常妃子只怕被抢了风头，哪敢安排这么多貌美侍女在身旁服侍。而现在望着从银珠秀美面容中钻出的无数黑虫，一个猜想浮现在我脑海中。不过要验证这一猜想，得等下一次循环了。第四次，贵妃娘娘有令，妾身岂敢不从？银珠姑娘且稍等，容我更衣一番，便随你去朝阳殿。我用一番话先稳住了银珠，让她在前殿等候，自己转身进了暖阁后，第一时间拿起了镜子，仔细端详。果然，镜中的我肤白如雪，透着玉石般清润的光，美目盈盈，眸光流转间别有一番风情。然而不久前，我还只是个相貌平平无奇，顶多算是清秀的普通人。镜中的这张美人面，我熟悉却又陌生。贵妃、银珠，我接触到那些黑虫的人，似乎都变美了。怪不得黄婕妤离开朝阳殿后，不断问人自己是否变美了。她并非犯了疯病，而是在确认那虫子是否悄无声息地附到了自己身上。若说先前我只是怀疑黄婕妤与我陷入了相同的处境，现在则是完全确信了。得想办法见到黄婕妤，或许她会掌握一些我不知道的情报。暖阁外，银珠已经在催促，我边应声边敏捷地从窗外爬出，双腿刚一落地，便毫不犹豫地朝外跑去。黄婕妤住在秋水宫，与我相隔不远。身后已然发现不对劲的银珠发出尖锐诡异的叫声，前来追赶，而眼前洞开的大门似乎在邀请着我入内。我却猛然停下了脚步。
惊恐地抬头望向空中，熟悉的天书再次浮现：杀死黄婕妤，剥下她的左脸皮。大殿上，一个女子正揽镜自照，她生得极美，犹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女人完全沉浸在自己的美貌之中，露出了痴迷的神情。黄婕妤，黄婕妤，我轻唤了几声，但她毫无反应。银珠诡异的叫声越来越近，我顾不得礼节，咬咬牙和盘托出。实不相瞒，我和你一样去过贵妃殿中，看到了那黑虫。现在贵妃身边的银珠正在追杀我。黄婕妤恍若未闻，她放下镜子，露出了有些恍惚的笑容。沈才人，本宫美吗？本宫是不是这后宫中最美的女人？她喃喃低语着，神情中透着一股魔怔而危险的狂热。望着黄婕妤怪异的模样，我顿时噤了声。长长的衣袖掩盖下，我默默握紧了藏着的匕首。沈才人，你说啊，本宫美吗？空洞的笑声在大殿回荡，透着彻骨的渗人。我再一次看向天书，杀死黄婕妤，剥下她的左脸皮。眼前的黄婕妤恐怕早已不是活人了。我垂下眸子，声音温和的像是在诱骗3岁的孩子。娘娘您很美，但您是不是后宫最美的女人，臣妾也不知晓。能否让我走近些，仔细瞧瞧您的脸？黄婕妤咯咯咯地笑了。好呀，沈才人，你过来吧，走近些，仔细看看我的脸。我慢慢的一步步往前走去，边走眼神边死死地落在黄婕妤身上。她在动，不是寻常人的生命活动，而是肚皮正以奇怪的频率伸展收缩着，四肢微微抽搐，缓慢抬起又落下，时不时有东西在她光滑的皮肤上钻出一个鼓包，又很快缩回去。那诡异的肢体动作绝不是正常的生物所能产生的，她的身体犹如一只古怪蠕动的肉虫，可唯独那张脸依旧美得毫无破绽，令人心折。黄婕妤笑着说：你快看看，我美吗？下一秒，她的身体砰地爆开了，皮肉和蠕动的虫子犹如天女散花般铺天盖地，而她的脖子被拉得极长，美丽的头颅摇摇晃晃，像一条长着人头的肉虫般贴向我的脸。沈才人，我美吗？美丽的肉虫张开了血盆大口，咔嚓一声将我吞进了虫腹。我又死了几次，以惨死的代价确认了2件事：其一，黄婕妤已经彻底被虫子啃食殆尽，没有理智，无法沟通；其二，虫化的黄婕妤异常强大，水火不惧，刀枪不入，百毒不侵。总而言之，绝不是我拿着一柄匕首就能对付的。天书也没有给我新的提示，只是固执的要我杀死黄婕妤，剥下她的面皮。我何德何能杀得了那种怪物？我自嘲苦笑。这几次循环，我不是被银珠杀死，就是被黄婕妤杀死。不管我怎么逃，他们都能精准地找到我。死的次数越来越多，我已经有些麻木了。于是，在又一次循环的开端，尚且是人形态的银珠说：我们贵妃娘娘有请，邀您到昭阳殿中小坐片刻。我麻木地点了点头。好，我这就去。我带上匕首，准备再一次割下贵妃的右脸皮。然而，再次见到贵妃的一瞬间，我瞪大了双眼。贵妃死了，僵直的身体倒落在地，右脸皮不翼而飞。我陷入了混乱。不应当啊，这个时间节点，贵妃应该还没死啊。是有人抢在我之前杀了她吗？不，贵妃尸体倒下的角度和姿势分明与我第2次循环时一模一样，所以唯一合理的解释便是，贵妃的尸体没有进入循环，她自始至终都停留在了第2次循环被我杀死时的状态。突如其来的状况让我有些不知所措，深吸了几口气后，我逼着自己冷静下来，走上前去，开始检查贵妃的尸体。扶起尸体，看见贵妃残缺的半张脸的刹那，我看见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画面。哦，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东西？我汗毛倒竖，毛骨悚然，甚至忍不住吐了出来。哦，这怎么可能？它根本不是人类，怎么可能会？听闻
树木每长1岁，就会长出一圈年轮。当一棵百年老树被砍断，截面上就会出现成百个年轮，密密麻麻。而此时，透过贵妃破碎的半张脸，我看了一圈又一圈的年轮，每一圈年轮都是一张皮，一张艳丽的美人皮，数不清的人皮层层叠叠，堆砌出人形。没有内脏，没有骨髓，没有血肉，有的只是数不清的皮，皮与皮之间爬满了密密麻麻的黑点，那是已经干枯了的虫蜕。数不清的黑虫将这人皮的迷宫选为了巢穴，在里面生长、繁殖、蜕皮、死去。林贵妃不是人类，也不是怪物，她只是一座人皮的迷宫，一个怪物的巢穴。而这座巢穴在被我杀死后遭到了废弃，证据便是那里面没有活虫，只有遗留下的虫蜕。这难道就是她保持死亡状态，没有进入下一次循环的原因？我喃喃自语，只有被活虫寄生的人才有进入循环的资格，而被虫子抛弃了的人，死了便是真的一了百了。太过冲击性的画面让我大脑空白了许久，好不容易稍稍缓过劲来，我又想起了另一件极为恐怖之事。我颤抖地走向梳妆台，镜中之人已然美得勾魂摄魄。我拿起匕首，对准自己的右脸，狠狠地刺了一刀，一滴血也没有，有的只是几层皮子。我颤抖地伸出手去翻，1、2、3，总共有8层皮，恰巧是我循环的数字。那一瞬间，我只觉得彻骨的冰冷。每死一次，循环就会开启，虫子就会蛀一层皮。循环并非永无止境，再这样下去，我的身体迟早沦为虫巢，变成林贵妃那般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我宁愿死，都不想变成那种东西。这一刻，我的求生欲达到了顶峰，头脑飞速运转着，寻求破解之法。林贵妃死前遣散了工人，短时间内不会有人来打搅我。或许我可以在店内找找，是否有关于那蛊虫的记载。我毫不犹豫地翻找了起来，一炷香后，竟真让我从贵妃枕头底下找出了半本残卷。我屏住呼吸，翻阅了起来。黑虫名唤美人蛊，顾名思义，寄宿后会使人变得无比美貌。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蛊虫会在宿主体内筑巢，吞噬其血肉。等到宿主彻底被噬空后，蛊虫就会开始寻找下一任宿主。寻找新宿主的蛊虫会进入一种极为特殊的状态，所有蛊虫将倾巢而出，其中子蛊会随机寄宿在所能看见的一切美人身上。被子蛊寄宿后，人将彻底失去理智，沦为行尸走肉，而王蛊则会精心挑选最适宜自己的巢穴，并且王蛊会给予宿主考验，只有通过考验后，王蛊才会彻底承认宿主，放心的在他身上安营扎寨。而那些四散而去的子蛊也会遵从王的召唤，回到新的巢穴。被王蛊寄宿之人短期内能保持理智，并且他们还会因为王蛊的庇佑，获得死后循环重生的能力。读到这里，我总算彻底理清了现状。按照残卷所说，银珠应当是被子蛊寄宿了，我身上的则是王蛊。我所遭遇的一切怪异之事，都来自王蛊对我的考验。我不由苦笑，这样的考验我实在不想承担。又翻过一页残卷，上面的内容让我登时一愣。特殊时候会出现2只王蛊，在这种情况下，2只王蛊必须决出优劣，循环方可破解。王蛊乃世间至阴至毒之物，寄宿程度足够高之后，宿主将水火不惧，刀枪不入，百毒不侵，一切人类的手段均无法将其杀死。水火不惧，刀枪不入，百毒不侵。原来如此，黄婕妤身上也同样寄宿着王蛊。至此，真相彻底解明，唯有杀死黄婕妤，杀死她身上的王蛊，我才能通过这场考验，循环也能暂时终止。但那也不过是片刻的喘息。王蛊会在我体内筑巢，让我暂时性的成为后宫第一美人。但等我的血肉彻底被吞噬干净后，他们又会果断抛弃我，寻找下一任宿主。从一开始便是十死无生之局，浓浓的绝望涌上心头。我所有的挣扎，
在这一刻都沦为笑话。然而，我只能咬着牙，不断告诉自己，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我能活下去，总有一天能找到去除蛊虫的方法。比起担心以后的事情，还不如先想办法对付眼前的黄婕妤。作为被王谷选中之人，我们之间只有你死我活一条路可走。黄婕妤寄宿的程度比我深，她几乎达到了残卷上说的完美形态，一切人类的手段都无法将她杀死。面对这样的怪物，我真的有一战之力吗？就在我苦苦思索之时，店门外忽然响起窸窸窣窣的声响，吊着长长美人手的黄婕妤不知何时悄然出现，蠕动着向我靠近。我再一次被肉虫吞噬，又经过几次循环，每一次我都苦苦挣扎，寻找破解之法，但每次都丧命于黄婕妤之手。我能感觉到自己身体在慢慢变化，慢慢接近水火不惧、刀枪不入、百毒不侵的境界。与此同时，我的思维却越来越迟钝，甚至有几次，我的喉咙里下意识发出了窸窸窣窣的响声。我正在变成像黄婕妤那样的怪物。可悲的是，即使如此，我依然不是他的对手，顶多只是能稍微与他多过几招罢了。究竟还要死多少次，这场试验才能结束？我低喃道，那分明只是一句无意义的抱怨。但电光石火间，我的脑海中却忽然闪过了什么。死。对了，明明我已经被杀了那么多次，为什么黄婕妤还是没有通过考验？还是和我一样，一次次陷入循环中？模糊了许久的思维，在这一刻骤然蹦出火星。我想起残卷上说，2只王蛊必须决出优劣，循环方可破解。那时候我下意识地觉得，所谓的决出优劣，就是指一方必须杀死另一方。可若真是如此，那黄婕妤应该早就胜出了。所以从一开始，互相厮杀就不是结束循环的条件，只是因为天书的那句杀死黄婕妤，剥下他的左脸皮，误导了我，让我误以为必须杀死他，游戏才能结束。天书虽能指引未来，但也暗藏陷阱。我暗暗告诫自己，再不能随意相信天书之言。所以，真正的决胜条件究竟是什么呢？我和黄婕妤身上究竟有什么相似之处，让王谷同时选中了我们？我绞尽脑汁，拼命思考着。黄婕妤出身高贵，我家世低微；黄婕妤深得圣心，我入宫许久，还未侍寝过一次；黄婕妤花容月貌，仅次于贵妃，我……等等。我忽的一顿，这蛊虫名唤美人蛊，不仅因为它能将人变得更美，也因为它性喜美人，更喜欢在美人身上寄宿。林贵妃和黄婕妤都是一等一的大美人，就连银珠这个被子蛊虫寄宿的宫女，也是娇俏可人。相比之下，我的容貌虽算不上丑，但也远不及她们。若说我有何优势，那就是年轻了。我是新选秀入宫的，在皇帝的一众妃嫔里，是年纪最小的。原来如此，这就是王谷选定宿主的条件，年轻貌美，仅此而已。我下意识地抚摸自己的面孔，露出一抹苦笑。勾心斗角，你死我活地厮杀了那么久，到头来王喜欢的不过是年轻貌美，何等讽刺！既然如此，我知道该怎么赢下这场游戏了。又一次和黄婕妤狭路相逢，她滋滋叫着扑上前来，而我只是站定不动，望着这个美到极致的女人。就在她离我只有半尺距离时，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泼出了早已备好的墨汁。黄婕妤雪白如玉的面孔瞬间变得黢黑，她发出愤怒的吼叫声，牙齿狠狠地咬住了我的肩胛骨。我吃痛，却并未挣扎，而是趁机举起剪刀，疯狂剪起了她的长发。她的身体虽在蛊虫作用下变得坚不可摧，但头发却依旧柔软。擦擦几剪子下去，青丝散落一地。黄婕妤不停地撕咬着我的身体，我则疯狂挥舞剪子，一副不把她剪成秃头不罢休的架势。黄婕妤彻底被激怒了，她一脚将我踹飞10几米，哪怕身体已经在异化中变得强大了许多，这一脚仍让我感觉痛彻骨髓。或许只需要再一击，
黄婕妤就能又一次把我杀死。我慌不择路，手脚并用地朝一座宫殿爬去。黄婕妤狂乱地发出叫声，步步紧逼。就在她走到某一位置时，我事先布下的机关启动，几桶少水从天而降，结结实实地淋了她一身。黄婕妤发出了痛苦的地狱般的叫声。她面涂墨汁，头发杂乱，浑身少水。认识绝世的天仙，在这种情况下也美不起来。此时的黄婕妤和路边的疯婆子几乎没什么两样。这样丑陋的她，又怎会得到王谷的青睐？金色的蛊虫破面而出，黄婕妤痛苦地抽搐了几下后，终于倒地死去。王谷一步步地爬向我，最终爬到我的左脸，缓缓地钻了进去。两只王谷水乳交融，渐渐合为一体。我知道此刻的自己定是风华绝代，倾国倾城。然而美丽的容颜之下深藏着恐怖。我抬起头，半空中熟悉的天书已再次浮现。尊敬的内测玩家，恭喜您通关主线剧情贵妃之死，您的优秀表现令他十分满意，宠爱值加10位分晋升至贵人，检测到您是后宫中最美的女人，特赐封号书。现在请点击画面中任意位置继续您的宫斗之旅。全文完，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每天上新精彩小说，喜欢就订阅吧。